视频，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聊泰讯出品的 GoPro Hero 11的系列的这个特色的配件。就咱们没有全部给大家去 cover 到，但是呢，我们挑选了其中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而且甚至是独家的一些配件设计。因为熟悉泰讯的朋友应该知道，泰讯呢实际上是 GoPro 啊，包括大疆啊、Insta30的这个比较优先级很高的这种配件的供应商。那么有一些官方的配件就是出自于泰讯之手，但是泰讯同样也有很多就是围绕这些运动相机的器材而独家设计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配件，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花一个视频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合集的介绍。那么咱们首先来一个综述啊，就是咱们今天要讲到的是哪些配件？All in Box，All in Box 呢是一个一体化的充电收纳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咱们曾经专门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么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 Battery Charging Box， 它是储纳和充电一体的三充的这么一个设计。但是它的设计呢没有它这么硬核，但是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铝合金的枪灰色的这个金属兔笼，因为 GoPro Hero 90、11的相机的外形没有变，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设计在9和10那代的这个金属兔笼的设计也同样是适用的。关于它呢，咱们曾经也专门出过视频给大家聊过。那么还有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你的机器，我个人觉得像这个前屏啊、后屏啊是需要用这个钢化玻璃去保护的，而这个镜头是不是需要加这个钢化玻璃膜，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个人觉得呢可以不加，但是前后屏还是有必要去加的，因为保护镜是可以更换的，而前后屏更换起来没有那么简单。那另外就是关于它的这个充电的这个侧盖，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它带有一个漏 Type-C 接口的充电侧盖，那么以及 GoPro Hero 这个 Max 8、9、10、11的这个双接口底座。这个视频这个配件咱们也专门花很长的一个视频给大家聊过，包括它这个详细的安装。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咱们也一起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以及这个 Max Lens Mode，Max Lens Mode 这个配件也说来话长了。其实 GoPro 官方的这个 Max Lens Mode 就是泰讯设计的，只不过泰讯这一次呢，通过自己的这个品牌单独推出了这个 Max Lens Mode。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呢，它比官方的这个设计要更好。首先它的包装就更小，再一个呢就是功能啊、性能各个方面呢是一模一样的。好吧，咱们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看吧。咱们从小往大了看啊。对，还有就是这个尼龙的这个收纳包非常漂亮，绒布的这个材质，里面就是我的这个 GoPro Hero 11 Black， 好吧。首先看收纳包，这个收纳包呢，咱们也曾经专门出过视频跟大家讲，这个收纳包是又便宜又漂亮而且它是防破线的那个拉链也是收进在里面的，所以呢，这个收纳包是我从 GoPro Hero 9、10代就一直用到现在的，9、10、11连续用了3代，这个也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么也是非常的好。内衬呢非常的丝滑。外包络是那个其实它里面是一个防震的一个 PVC 的壳，外包络是一个那个绒布的设计，非常的漂亮。这个我个人觉得是 GoPro 系列设计的最好的一个密收纳包，而且它底部开口，就是如果你加上这个双接口底座之后，或者你把这个折叠接口拉上之后，你还可以去直接在收纳的情况下就连接你的这个自拍杆，好吧？这是其中的一个基础的设计。收纳包咱们讲到这里。好，第二件事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贴膜。贴膜实际上在泰讯的话呢是有2个版本的，你比如说那个有2个不同的版本，这可能是这个里面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个是 GoPro Hero 10当时推出的那个，这是 GoPro Hero 11推出的。那么咱们以其中一个为例啊，咱们就看这个 GoPro Hero 11的，咱们顺道呢也借这个视频机会呢把这个膜就贴了，打开它是跟手机贴膜实际上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包装更漂亮。For Hero 11 10.9 Tempered Glass Screen Protector， 就是这个钢化玻璃膜，钢化玻璃保护膜，是吧？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样子。里面呢，我们看给了几套，一共是1、2、3块，所以它一共是一套。我个人建议就是这个前屏和后屏是需要去贴这个膜的。镜头的话更没必要，因为镜头这个保护镜你可以更换，而且这个贴钢化玻璃膜一定程度上会引入额外的眩光，所以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吧。反正我个人的话呢，我会去首选把前屏给贴上，它是这个2段式的这个擦拭的方式，先是这个湿的这个湿巾，然后再用干的这个绒布去擦。湿的话它是有这个酒精的，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把灰尘擦掉，并且呢把一些油脂给溶解掉。第二步擦拭呢就是用干的，把刚才的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全部的那个拿掉。这个就跟他们那个手机上的那个酒精湿巾啊，实际上那个原理是一致的。我这里呢就只贴前后屏，镜头我就不贴了。如果你还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的话，你可以
它拿里面那个还额外给了一个不是钢化膜的一个膜，包括这个静电膜是可以进一步的去贴的。你比如说现在这前屏还有一些这个小的缝隙怎么办？看可以这么去贴，把一些这个肉眼可见的这个灰尘弄掉。好，然后前屏钢化玻璃膜的好处就是你只要撕掉一侧就行了，直接贴上去。因为它这个 GoPro Hero 11它不像 Action 3的前屏是带触控的，所以呢基本上只要把它比较好的保护起来之后呢，你后面在用的时候呢，对于器材的这个呵护就更加到位了。然后后面还是得擦一下啊。然后如果还有这个灰尘，那就拿这个，轻轻的擦拭一下。这个钢化玻璃膜是不会影响到那个触控的，所以这个设计是经过，是吧？钢化玻璃膜贴起来比那个普通的膜要简单，因为钢化玻璃膜本身是一体性比较强的，贴上去之后呢，拿这个手啊，把这些气泡排掉就行了。其实如果里面有1、2个灰尘也无伤大雅，因为它是一个，它很便宜。如果你贴的不好，你再买一套，或者说那个保护这个镜头保护壳碎掉了，你也可以再次去重新换一个，这都没问题。所以这块大家就不用过多的纠结，只要把前后屏保护起来，实际上你的 GoPro Hero 11，整个用起来会让人觉得更安心一些。好，那咱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配件，就是这个 Aluminium Battery Cover， 这个就是这个可充电的这个金属侧盖。泰讯有2个版本的这个侧盖，第一个是这个金属材质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塑料材质的。咱们首先看金属的，它可以直接去原位替换原来的这个金属侧盖。这次 Hero 11的这个侧盖呢，它实际上还带一些 bling bling 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个盖的话呢，它就可以把 Type C 接口露出来了。露出来的意义就是说，你可以边拍边充了，不用接镜头盖就可以。你看这样的话，边拍边充就非常轻松了，而且充的时候这个灯会变成红色。但是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你破坏了原来镜头侧盖这个密封性，所以它本身会失去防水的能力。当然，金属的这个质量是最好的，它对于电池的保护呢和原来这个呢是采用一样的这个设计的，密封圈加这个泡棉。那同样，泰讯也做了一个这个塑料版的，更加有意思啊！它同时还带了一个挂绳，看到了吗？这里还有个挂绳，它一体式的这个塑料，那么只加一个泡棉，所以它的设计上相较于金属的有所区分，但是道理是一样的。看到了吗？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啊会有所不同。金属的话呢，它上面这个结构啊和原厂的这个盖子是完全一样的，扣上这个金属横梁，然后扣上去，操控的体验和原厂盖是一样的。而这个塑料盖的话呢，它顶部是没有那个金属横梁，它是通过底部和它进行固定的，它是通过底部去固定的，所以整体上操作起来会更简单，但是它的这个可靠性啊可能会相对来说差一些。你比如说，包括不能把它拿下来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拽这个，你拽下来了，所以它的这个虽然是更便宜。但是它的这个使用场景实际上是要比，是大家要注意，它和金属的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分度的，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而金属的这个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金属盖，它是2段式的设计，所以这里面的设计实际上门道还挺多的。这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密的一个配件的设计，金属侧边盖。我个人实际上更推荐这个金属侧边盖，它是给你带来一个媲美原厂，甚至是超越原厂的一个好 aluminium， 而且它还单独的配了一个这个 aluminium battery cover。那么你可以把原厂的放在这里，以防丢失。那么包括这里还有一个简易的说明书，那么就不给大家看了。aluminium battery cover， 好，塑料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那么如果你对价格很敏感的话，那么你就去买塑料的，否则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买金属的。好，这下面这个就是 dual port connector， 双接口底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咱们就今天不演示怎么装配了啊。实际上这2颗 GoPro 接口啊，打开之后呢，大家用力看它底部呢是有4个小螺丝的。这4个螺丝呢，你可以拿它随附的这个螺丝刀，把这4个拆下来，然后呢用随附的这个4个新的螺丝给装进去。因为这所有的螺丝上是带有这个蓝色的厌氧胶的，厌氧胶可以增强这个螺纹的这个紧固的程度。那么双接口底座的好处是它可以原位替换原来的这个设计，但是它同时呢在底部呢就预留了一个4分之1接口。那么这个4分之1接口的话，就会让 GoPro 11的固定的方式会更加的这个多样化，那么一体性会更强。实际上，我个人建议最好原厂将来也用这个设计，这个作为一个统一的这个 GoPro 接口设计是更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案。强度和金属也是完全全金属的，也带磁吸，原厂呢带磁吸，这个也带磁吸，所以它们在设计上、使用体验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换上这个底座之后呢，不管是这个是8、9。因为从 GoPro Hero 8开始出现的这个内置的 GoPro 这个折叠底座了，
啊，这样的。而且呢 ，GoPro 接口底座呢，这次设计的那个从8之后呢都是可更换的。实际上，这个底座也是一个耗材，就当你的极限运动啊，强度很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底座是有可能损坏的。所以呢 ，GoPro 官方也是会推出那个可更换式底座的。但是我个人建议呢，如果你要更换，你不妨去换这种第三方的，那么2合1的接口用起来呢，实用性会更强。那么关于这个配件，我们曾经专门做过视频给大家详细的这个分析过，当时在 GoPro Hero 9的时代。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再看，那么逐渐的啊，我们就要逐渐硬核起来了。Max Lens Mount，Max Lens Mount 的话，这个应该是属于第2代了。在 GoPro Hero 9的时候，泰讯实际上就出了自己的这个 GoPro Hero Max Lens Mount。那么 GoPro 官方的这个 Max 镜头模组呢，实际上价格比较贵，用的人不多。我个人是 GoPro Max Lens Mount 的国内的第一批用户，当时我记得那个镜头要700多，而泰讯这个基本上是一半的价格，而且呢，这个镜头素质啊，包括供应链啊，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只不过没有打 GoPro 的标志而已。而且当年的那个泰讯的第1版的 Max Lens Mount 的那个包装啊，就和 GoPro 基本上就一模一样。而这次的话呢，换成更简洁的包装。实际上 Max Lens Mount 呢，它东西就很小，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滤镜。那么完全没必要像 GoPro 搞那么隆重，实际上这个就够了啊。它实际上就是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硅胶里面藏了一个负压镜。这个负压镜呢，可以让这个 GoPro Hero 11解锁叫 Max Hyper View， 就是最广的视角，155度的，那么也可以实现这个完美的水平线锁定，因为它把原来的这个叫全画幅鱼眼的像场，给它转化成了一个圆周鱼眼的像场。圆周鱼眼像场在整个的8:7的这个2700万像素的这个画幅里面啊，它这个 sensor 的利用率会非常高。那么它做出来的这个地平线锁定啊，它相较于10和9来说，它的那个视野也会更广一些。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尽量是接近于方形的传感器上，才能最大限度的去解锁 Max Lens Mount 的这个所有的能力。所以关于 Max Lens Mount，我个人是强烈推荐大家把它和这个 GoPro Hero 11结合起来去使用，因为它最大限度利用这个8:7的接近于方形的这个 sensor。那么它让这个地平线锁定、水平线锁定之后的画面，那个视野是最大限度的可以保留下来的。安装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实际上这完全都可以用这个手工的方式去操作，就是这个保护盖，看啊，顺时针拧下来，带两个钢圈，是带密封的，所以这是防水的一个设计。然后把这个 Max 镜头模组加上。Max 镜头模组呢，这是一个2代的设计，它实际上相较于1代来说呢，有一些改进。那个操控起来，你看这个安装起来有凹陷，这个方便你去安装，这个设计细节那是比原厂要好的。然后光路设计实际上跟原厂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背后呢有个卡扣的这个位置，咱们装的时候呢就把它对齐，是吧？然后旋转到位 ，OK 就行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GoPro Hero 11加上这个 Max 镜头模组之后的效果。那么这样的，它是同样也是带这个密封的、防水的这个性能的，好吧？但是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这么先对齐，用力按压，再旋转就可以了。所以这一代的这个泰讯的这个 Max 镜头模组啊，它这个操控体验会比上一代的，甚至 GoPro 官方的都要更好，而且它这个价格更便宜。所以这个配件我个人是强烈推荐的。当你打开之后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就是要打开这个 Max 镜头模组，看到了吗？如果你不打开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画面其实是这样的，看，是非常接近于一个圆周鱼眼的。我们向下滑，然后打开 Max Lens Mount， 那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的在这次可以达到 2.7K 60，这个性能和之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叫 Max Super View。Max Super View 的话，达到一个14毫米的一个等效的一个效果，2.7K 60，这是这个最高的画幅。那么4:3的话，也可以 2.7K 60，所以这些性能都是相较于原来有一个巨大进步的 Horizon Leveling， 也可以把它打开。然后 Max Hyper Smooth， 它这个防抖的性能实际上还是一个裁切的一个设置，这是关于它是个设计，好吧？那么 Max 镜头模组，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GoPro 呢最好玩的一个镜头附加镜之一。所以呢，这一代，如果大家希望去体验 Max 镜头模组的话，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就无脑入这个泰讯的 Max Lens Mount 最新的这个版本啊，最新的版本就可以了。就大家也不要去闲鱼上去找原来这个设计，最新的设计操控体验，包括这个镜头的镀膜，我个人感觉目测啊，因为我记得上一代的这个镀膜看起来是紫色的，这一代看起来是绿色的。
应该是做了一些改进的，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入这个最新版本的 Max 镜头模组。当然，这个镜头盖千万不要弄丢，因为它可以去收纳，一个是镜头模组，同样也可以收纳你拆下来的这个GoPro 的这个镜头保护镜。而且呢，这个盒子本身也是一个收纳盒，也很漂亮。泰讯的很多 ND 滤镜实际上也是用了一个类似的方案去做的，所以呢，这个盒子设计是挺精彩的，就是它非常百搭，就是滤镜啊、附加镜啊、这些偏振镜啊，其实都是用这种盒子去实现一个统一的包装，好吧？这是关于 Max 镜头模组的。关于 Max 镜头模组，我也曾经专门出过2期视频，一期是讲官方的，一期是讲泰讯的，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之前的这个视频。好，那咱们接下来看这个金属兔笼啊，运动相机配兔笼，这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标配了。这个兔笼实际上我在 GoPro Hero 9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用了，因为它设计上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地方，或者说很精彩的地方。咱们跟大家再回顾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枪灰色，颜色漂亮。首先第一个颜色漂亮，它不是那种冷冰冰的黑色，枪灰色 Talisman Cage。它的这个设计呢，应该说没有太大变化，相比于9来说，还是这个往上通过这个顶住螺丝去固定的这个模式。镜头是相机是这么放，然后再插入锁定就会，这是非常简单。它设计感上，它底部的设计上实际上有很多考虑的。你比如说这中间这个小接口，那么可以单独的去装，这里有个 GoPro 的这个底座嘛，它可以把这个底座直接装上去，让这个兔笼啊也可以扩展出一个 GoPro 这个底座。同时呢，额外还有4个这个4分之1螺丝孔可以进行扩展。那么在这一侧啊，我们如果装上这个侧盖之后呢，还可以充电，顶部带冷靴，双向的，很漂亮。另外它里面还有这几个东西，就是一个是泡棉，一个是贴纸。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安装方式呢，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因为金属的这个镜头盖对于金属边框对相机呢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划伤的。那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种划伤的可能性呢，那这就是要用到这些地方，这几个贴纸，这是绒布贴纸啊。绒布贴纸呢，我们可以把它贴在这里，贴在这里侧。那么在一些这个镜头边框和这个兔笼边框相碰触的位置，就是尤其是这个边框，那么还可以贴上这个硅胶的这个胶条，硅胶的带背胶的。那么这些呢，可以最大限度的去保护这个兔笼不对相机造成这个刮伤的影响，同时呢，还可以让这个兔笼的这个固定啊，那么这个强度进一步变高，因为它实际上在中间还起到了一个弹跳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大概这样一个设计。那么顶部呢，实际上是有避让的，快门键，这个包括这侧的这个模式键都避开了。那么底部的话，因为是这样一个接口，所以呢，你换不换双接口底座，这个问题都不大了。所以兔笼设计特别的轻，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做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设计。那么它本身也没有太多很复杂的说明书，而且还附赠了一个绒布的这个收纳包，所以这个一体化的收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所以呢，咱们今天主要给大家讲干货，所以具体怎么安装，咱们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好，这是这个关于兔笼的一个基本设计。那咱们接下来讲讲这个电池，这2个电池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是目前已经上市的，就是2个GoPro Hero 11的非常好的充电的方案，一个是 All-in Box， 一个是这个充电收纳一体的盒子。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如果是 GoPro Hero 9的用户的话呢，当年的这些充电器、充电盒还可以使用，但是 GoPro Hero 9的电池，我经过我的验证啊，是没法用在这个 GoPro Hero 11的，因为 GoPro Hero 11它默认的话是认这个 Indoor 那个电池的，它这个电池的那个防伪的这个设计协议啊和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我的验证啊 ，GoPro Hero 10和11它们这个电池是互通的，那么9和11是不通用的，这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所以如果你想入这个充电套装，那最好还是入10或者是11的，千万不要入9。入9的话呢，你的电池有可能是不通配的。好，打开，那么这个也没有太多好说的，但是我们要看看说明书啊，给大家看看这个 spec。那么它的特点是啥？重点是看，因为充电怎么充，大家肯定都会了。它的这个充电的那个能力，我想给大家去看一看。它是充这个叫 GP-DC-G901， 5伏2.4安。那么整体上充电的功率呢，实际上是12瓦，12瓦对应于这个充电电压是4.4伏。然后呢，3个槽，每个槽800毫安，也就是它可以以0.8安的速度同时充3个电池。那这个充电速度不算快，但是也不算慢。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快充的一个体验了，但是它这个设计非常漂亮，这也是我在 GoPro Hero
9和10的时候呢，都会去入的一个配件。它这个非常百搭，因为它很便宜，这个盒子很便宜。3个灯，我给大家看看。插上去之后呢，你看现在这2个电，这里面有电池，它这个红灯，因为是没有电嘛，没有充满电，底部是带防滑，然后它背后也有它的 spec， 磨砂的这个材质很漂亮。然后这次的话，在背后呢还有一个贴纸，请使用5伏2.4伏、5伏2.4安的这个 USB 充电器，3个。顶部的话带2个硅胶，可以去储存2颗额外的这个 microSD 卡。整体磁吸开盖的设计非常优雅，还随附了一个 Type C 的一个充电线，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设计。好，那咱们接下来看这个非常精彩的 All-in Box。All-in Box 的设计呢，实际上是泰讯在充电领域应该说非常创新的一系列的产品。All-in Box 曾经非常的辉煌，就是它有FW50、FC100、BG6，包括包括 GoPro 的这个版本。All-in Box 实际上是那个泰讯的最有特色的充电解决方案之一。咱们频道也给大家基本上全部介绍了这个关于 All-in Box 的这个所有的设计，包括 FZ100、FW50包括还有像那个佳能的那个BGE6那个电池，那么曾经都出过这个 All-in Box 的这个方案。All-in Box 方案至今以来依然是我的一个出门的一个主力的这个拍摄的方案，就是因为给大家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都停产了 FZ100， 但是我现在依然还在用，就是 FZ100双 FZ100的这个 All-in Box， 这是我目前依然还在用的，都有2年的时间了。好，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 GoPro 的 All-in Box 的设计呢有哪些不同之处啊？那么关于 GoPro 的 All-in Box 呢，咱们也给大家专门有视频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它的特点呢，它相较于这个，它的不同点，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啊。来，拿出来。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首先这是最新的 Type C 接口的，这个 Type C 的接口呢，不光充电，还可以读数，因为 All-in Box 本身也是读卡器。打开，上面可以存2张 TF 卡，这里还有卡槽，这里不光可以存卡，那么你插入卡之后，它还是一个 USB 3.0的一个读卡器，同志们是 USB 3.0的读卡器，然后还同时配了这个3个电池插槽，3个电池插槽可以同时充3个电。那么充电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笑脸的标志。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这是一个暗红色的一个笑脸，就是说明如果是红色的话，你说明还没有充满，充满之后呢会变成绿色，所以它同样也是一个3充的解决方案。但是它的特点就是防摔、防尘、防水，然后好携带，同时呢是多功能于一体，就是充电、储纳加读卡器。这个是等于整个 All-in Box 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巅峰之作了。那么这个是2021年实际上就有这个方案了。那么当时 GoPro Hero 9和10的时候，那么都卖得非常好。它的这个 spec 的性能基本上和它是一样的，就充电方面二者是相当的，储纳方案二者是相当的，但是呢读卡器方案它没有，它有，而且是 USB 3.0的这个速度，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这就是关于目前为止截止到那个2022年的9月份，那么目前市面上泰讯所推出的关于 GoPro Hero 10，我个人觉得非常有特色的一些配件。哦，对，还有一个配件，这个配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配件，就是关于这个 U-shape neck holder mount， 就是一个挂脖子上的一个配件。这个配件咱们先不给大家打开看了，整体上就是它可以挂在脖子上，它可以把相机挂在这儿，实际是一个胸口的设计。那么它某种意义上实际上是借鉴了关于 Action 2包括 Insta30 Go 2那种磁吸式的设计，但是对于GoPro Hero 11的话呢，这种相机整体来说更重一些，所以说它用这个挂脖子的这个方案呢，可能会这个更加的可靠，而且呢也更加的可行一些。那么而且呢这个颈挂脖子这个方案呢，它不受天气的约束，就算是冬天的话你也可以使用。而像这个磁吸式的方案呢，就像 Action 2这种方案呢，如果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已经快入冬了嘛，入秋入冬了，那这个磁吸的方案就算它再强，那么它也没法穿透这个大棉袄，所以这个在寒冷的天气下，那么你会发现挂在脖子上这个支架会成为你的创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帮手，好吧？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一站式的给大家介绍了我目前来说还比较欣赏的一些泰讯出品的关于 GoPro Hero 11系列的配件。那么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很精彩的配件还没有上市，你比如说就是关于它还有一个很强的升级版，就是加入这个
12伏3的快充的这个功能，它可以快速充电，充电速度会比这个快得多。那么我也是很期待，就是正式上市之后，咱们频道第一时间入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快速充电的，就是电池这个包括收纳、存储啊，快速充电于一体的那个方案。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咱们就讲到这里。那么希望对大家对于 GoPro， 尤其是 GoPro 11的使用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如果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下期视频再见。